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节目。今天我做一个新的系列是关于中国反隐身雷达的研制历程非常精彩，非常精彩。这个系列的内容呢，不是小说，也不是传记是真人真事那个作者以那个回忆录的方式把他过去那个若干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都记录了下来以此来缅怀那些为祖国默默奉献青春的军工人和他们所经历的峥嵘岁月就具体技术而言许多细节涉及保密不方便透露。那播放的内容呢都是不涉密的，涉密的内容呢都已经删掉了请大家放心，请大家放心。作者呢是国内某军工大厂可以独当一面的一个技术大拿，专门研发军用雷达，包括反隐身雷达我很有幸把他的那些回忆录那好多年了回忆录那个零零碎碎整理之后做成这个系列，那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播放一集，和大家一起分享。大家如果看了喜欢的呢，就请分享、转发、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先开始先说前言人生有时候会出现高峰和低谷，这些都是浮云，都是瞬间，绝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平淡的。如果在平淡的生活中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也能够为祖国贡献一点点微薄之力，那光阴就没有虚度，人生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风景秀美，人杰地灵。档案上面说我的家庭成分很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家境也很一般。父亲是高中教师，母亲是一位普通工人。平时父亲工作都很忙，母亲都是陪着哥哥和我复习功课、写作业。母亲手很巧，也很节俭，家里什么事情都尽量自己做能不买就不买。东北的冬天很冷，小时候冬天穿的鞋子都是厚厚的几层里边的棉鞋，几层那个扎成几层的棉鞋，外边是鞋帮鞋底，里面还要有一个棉的衬里，否则脚就会冻伤，零下几十度但是呢，只有那个棉鞋只有寸里还不够，还要有鞋垫。家里没有多少闲钱，那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母亲就开始收集那个玉米叶，专挑那些个头大的晒干，然后呢缝在鞋底形状的布袋子里面，做成玉米叶子鞋垫。白天呢脚经常会出汗，到了晚上我们就会把鞋垫放在炕头烘干东北那些都是热炕烧的热炕晚上那个烧热炕烘干，第二天早上再放回去鞋子里面每天早上当鞋塞进鞋里面的时候，碰到暖暖的鞋垫，这种温暖的感觉令人回忆，很舒服，很舒服。俗话说，在家万事好，出门半日难。在全球化的今天，有许多机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除了一个之外，那就是对故乡的思念2013年年底，也就是在我回国之前，在那个土耳其中部的小城市索尔贡，在那个阴冷潮湿的冬天里面，让我更加怀念这种感觉。好，前言说完那第一章第一节，我把它归类了，分成那个章节让大家就是听起来方便一点，也方便我归类第一章第一节，初出茅庐，驻场武警抓间谍。家境虽然不好，但是父母要求却很严格，哥哥和我也都比较要强。高中毕业之后，哥哥考上了首都的一所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平时滴酒不沾的父亲喝多了，拍拍哥哥的肩膀，又拍拍我的肩膀，却没说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上学的那个时候，
大学的学费不高，但是还要有生活费。哥哥读书虽然省吃俭用，家里的负担却已经很重。等到我高考的时候啊，我就选择了安徽的那所著名的高校啊，大家自己脑补啊，安徽就一所啊，不是为了拼名气，主要是因为不用交学费，而且还有奖学金和补贴做生活费啊。那个时候为了省钱，一年到头只是寒假才回家，火车都要转3次啊，东北那边是这样，火车转3次，当时都是绿皮车。母亲心疼我，总觉得亏欠了我，所以每次啊我回家，家里都是早早的包了饺子，母亲顿顿换着样子做我爱吃的，还生怕我吃不饱。一转眼4年，大学毕业，我跟其他大部分的同学一样，服从国家分配，当时还分配呢，多开心啊，是吧？我分配进去了一家国营大厂。我的专业呢是电子工程，具体就是做雷达研究啊，就是做雷达研究的，科班出身啊。这个领域是绝对的高科技啊，绝对的高科技。用我那个导师的话来说，我们又要懂电子，又要懂机械，又要懂通讯，而且不光要会设计，还要懂维修啊，任何地点、任何场合都是，还要抓住科技的前沿。因此，我们这个专业培养的都是全能型的顶尖人才，什么都会啊，从头到底一个链条啊，从上游到下游，从那个博士生导师到那个清洁那个工人的活都要一个人都会干，一包到底啊，很难的。我跟你讲，我所在的工厂现在叫某某集团公司啊，具体名字不说了啊。其实呢，就是大山里面的一个企业。有一个非常很老土的名字，就叫做北方某某某某电子器材厂，是吧？很土吧？工厂是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设的。上了年纪的老师傅都喜欢开玩笑说，我们是在长江以南200-300公里，那怎么还叫北方厂呢？其实就是声东击西，让敌人摸不清头脑。对吧？那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啊，挺好。我们厂一开始呢，那个工厂建在齐齐哈尔啊，黑龙江的齐齐哈尔，然后之后呢，又搬到了天津。大三线啊，那个3线的建设，大3线的时候啊，有一部分呢搬到了现在的山里面，建成了现在的那个工厂。几十年前，当地的还是大山里的一个小山村呢，我们工厂那个建厂的那个地址啊。现在已经变成了小有规模的县城，工厂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的产业。我们厂长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地方的县长，那因此有时候开会啊，都是县长到我们厂里边来看了，对吧？改革开放初期，工厂也面临结构调整之类的问题。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还有几个工厂。几个车间的工厂的车间在办理那个军转民啊，那个当时军工厂日子难过啊，生产收音机啊、录音机啊，就是那种双卡的啊，现在看都看不到了。博物馆大概有那个用磁带那个双卡录音，一个放一个录音啊，双卡的录音机，效益也不错，卖的挺好。后来那个 BB 机流行的时候，工厂的民用车间就改成做电信基站了。再到后来，军品出口啊，我估计就是那个80年代那个2伊战争啊，我们那个军品啊两头卖，火得不得了啊，开始卖军火了啊，那个厂里面生产忙不过来，就把民用这块转给了地方。从实质上讲啊，工厂的3产主要还是用来安排厂里面职工家属的，对吧？那职工家属没饭吃啊，对吧？那到商场里面啊，领一份工资，还有点奖金，不错啊。那军品的红火，民品也红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吧？这在军工行业里面是不多见的，没错啊。那这里我们的几任的厂长啊，居功至伟，人要知道感恩，你知道吧？就是他说属于那些大山里面出来的厂2代啊，厂1代、厂2代、厂3代啊。绝对就有那根正苗红啊，有感恩之心。工厂建在大山里面不比建在城市，
人总共也就那么多，娱乐则更少了。进去工厂啊，刚开始还有一些新鲜感，过了几个月就感到特别的无聊。如果再待上个3-5年啊，也跟其他人一样，找个姑娘成个家，一辈子就扎根落户在大山里面，一辈子就交给厂里面了，也不错啊，也不错。人嘛，一辈子也就那么回事儿，对吧？过得要有价值啊，过得要有价值。那刚刚进厂的时候啊，厂里对我们的新进的那个员工啊，进行了1个月的教育，包括入厂教育，还有保密教育啊，这是军工厂的特色，对吧？军工厂其实是按照保密级别来严格区分的，甚至在一个工厂的地界都工厂的范围里面啊，不同车间的保密级别也是不一样的啊。保密教育的内容啊，就是说怎么样进入这个区域，进入那个区域，进入哪些区域，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能跟谁说话，不能跟谁说话，怎么处理文件图纸，怎么存档，怎么销毁，都有详细的说明，还有是保密手册啊。那其实工厂也就那么几千号人，加上周围那100户农民，天天在一块儿，都认识，熟得不得了，低头不见抬头见，是吧？真要来了生人啊，一下子就能被认出来啊！这是打铺垫啊，看后面啊，抓间谍啊。那小地方的特点啊就是这样，那个信息传播的速度特别快啊。举个例子，刚开始跟我住在一个宿舍的一个兄弟，大学的女朋友过来看他啊，两人呢年轻人嘛，对吧？两人呢到40里外的县城去开房，去那个解决问题，是吧？那第2天呢，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你说啊，怎么那个小地方就这样，对吧？那是90年代初啊，娱乐活动非常频繁，也没有网络啊，八卦成了最好的消遣方式啊，可以谈好久呢，这种事可以谈好久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啊，社会也没有现在的社会那么开放啊，对那个性观念啊，对什么年轻人没结婚啊，没那么开放啊，很保守的。尤其在大山里面，那更加保守了。那不过呢，那个兄弟也正好利用这个事情啊，把那个姑娘娶回家来了啊，到手了啊，从奴隶到将军，是吧？到手了。那现在呢，也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也算是坏事变成好事了，对吧？啊，谨慎还是好的啊，谨慎还是好的。我举个例子啊，也是那个在厂里传了很久的一件事情。大概在2004年前后啊，有一天，大家都认识的一位给工厂食堂送菜的一个住在那个厂周围的一个菜农。突然有一天呢，带了一个陌生人去食堂一起送菜啊。我们厂大几千号人了，一共有5个食堂，都在工厂的几个大门口的外边啊，也就是保密区的外边，物理隔绝。尽管如此啊，这件事情还是引起了厂里保卫处的警觉。你看这个弦啊，一直到365天，天天绷紧，必须的啊，必须的。那然后呢，保密处就派人把那个陌生人带过去问话。那小子啊，开始还装聋作哑装傻兜圈子啊，说是那位那个菜农的那个亲戚。那保密处人问他，那你亲戚叫什么？姓什么？叫什么？他连人家叫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给了点钱，叫人把他带进去了，你知道吧？那后来一盘问啊，这个是个某个大学的大学生，还是大学生又吹牛说我要到你们厂里来找工作。我们所在的这个大山啊，地图上是没有的，保密工厂都是这样，地图上一般的民用地图没有，不显示。那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儿有一个厂呢？对吧？你没有招聘广告，我们从来不打招聘广告的，都是内部消化或者主动去招募定点招募、定点培养，这种保密工厂都是这样。那找工作你怎么会找到我这里呢？对吧？然后保卫处就把那个小青年交给武警了，交给驻厂武警。那工厂负责保密工作的呢，专门有一个武警中队。那跟消防中队在一个楼上那武警那个手段太厉害了
那个18.5亿啊，对吧？稍微动一下啊，也没怎么难为他。说白了，因为他年纪比较轻，20来岁，对吧？就这么关着啊，就让把关在那个房间里晾着他，也没怎么为难他，也没怎么打啊。结果到了晌午啊，没到晚上，天还没全黑，那家伙自己熬不住，自己都全招了。他说呢，他在学校里面就喜欢拍照。后来有人呢通过 QQ 联系他，对吧？那个前段时间那个那么多年我们的国防保密教育，对吧？抓间谍就是那个境外的那些敌对势力啊，包括 CIA 啊，特别是台湾特务啊，台湾的情报机构啊，就是通过 QQ 啊、微信啊之类的，就是他是撒网的。他是你那个的，然后呢，他是用 QQ 跟那个，特别是 QQ 定点 ，QQ 不是有定点功能吗？他知道你哪些地方有保密工厂，然后他那个 QQ 就是定位定在那个附近，然后呢，跟那个附近的人啊，就是加好友聊，然后呢，就是策反你啊，就是他也不说你那个要做特务做间谍，都是引诱啊，就是利用用金钱来利用，对吧？叫他呢联系他，然后给他钱啊，叫他到那个厂里面附近啊，到处拍照片，还列了一个清单啊。上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厂，照片案件给钱都是给钱的啊。好的照片，一张好的照片可以上千甚至好几千块一张照片。本来呢，他想去那个后山去拍照，但是呢，山高林密找不到路，上不去。正好碰到那个村民，就是那个菜农，给了他20块钱啊，冒充他的亲戚，想混进工厂附近，找到那个上山的路啊，拍照片去啊。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就算他上去也没用啊！工厂的所有重要的车间都在那个山洞里面，都在那山洞里面的洞库里面啊。外面啊，洞库山外面都是那个配套车间和设施。不过即使是这样，后来也被判刑了，对吧？虽然你被利用了，但是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保密法了，是吧？都得吃官司啊！这里我想提醒各位的是啊，你真的年轻人不要见钱眼开。许多国家机密啊，都是被那个敌人啊、境外的敌对势力利用这种小恩小惠啊收买的，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人都没见过 ，QQ 联系、QQ 转账啊，个人得到了也不多，几百几千，可造成的后果却是无法挽回的。好了，今天第一节就说到这里啊，喜欢的订阅、点赞、转发，谢谢大家。